一个人看不起你，还和你来往，背后原因很简单，人就是这样，有人爱你，也有人恨你，有人抬举你，就有人轻视你。每个人的心都是复杂多变的，生动而立体。当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无外乎以下这几个原因，理解对方的心思并不难。01，他需要你身上有利可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如今这个纷繁杂乱的世界里，利益更是被人们视为最重要的人际交往的纽带之一。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不与你切断联系，目的就是你身上有某种利益可图，让他不愿放弃。这种利益或许是物质上的，例如你的人脉、资源、社会地位等等，也可能是精神上的，例如你的智慧、经验、人缘等等。这样的人为了利益可以暂且压制自己的真实内心，与你交往不过是一场精心的算计和利用。就像东宫里的李成银，因为需要依靠，不得不对辅国大将军之女赵瑟瑟示好，获取芳心后不断欺骗她，辜负她，最终目的达成，轻飘飘的用一句从头至尾都是利用打发了她，令赵瑟瑟痛不欲生。或许很多人会为李成银开脱，认为弄权之人必然要有所图谋，这是身在官家的必然做法，可以理解。但是以赵瑟瑟的视角来看，李成银对他从来没有任何感情，甚至轻视他，只不过他的身份实在对他有利，才对他佯装深情。就算赵瑟瑟也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与李成银的婚姻中，他也始终是一个被其利用和欺侮的可怜人。这种利用关系不仅存在于古代的宫廷斗争中，在现代社会中也屡见不鲜。比如在职场中，有些同事明明对你充满敌意，却仍然会在需要你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友好。他们可能需要你的帮助来完成某个项目，或者希望通过你来接触到某些关键人物。这种表面的友好实际上是一种掩饰，他们内心对你的轻视并没有改变。02，你善良，他身边无人可信。人类的情感之所以复杂，真假难辨，甚至未必非黑即白，就是因为对于同一个人，另一个人会对其产生各种情绪，而不是单一的一种态度，有时欣喜，有时愤怒，有时偏袒，有时斥责。因此当一个人看不起你的时候，不是你身上有利可图，就是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而他身边无人可信，只有你可以与他真心相待。不得不承认，生而为人，总有孤独无助的时刻。有时候你的善良会成为对方颓唐时的一道光，即便他不曾在心底敬重你，却在某一时刻真切的需要你的温暖。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不认同你的观点，不欣赏你的才华，却能在你身上获得一种难得的安逸与平静。这是疲于奔命的人在即将崩溃时的一棵救命稻草。他心里明白，这棵稻草别人不能给予，唯有你，让他完全相信你的善意。倒不是说这些人会卸磨杀驴，而是他们平常就是眼高于顶的人，对你的轻视和敌意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对待所有人都是如此。然而当他们失落沮丧的时候，也非常清楚自己不会获得别人的帮助和安慰，因为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让别人隔岸观火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但是他们也知道，总有人不会落井下石，哪怕自己有愧于他，对方也不会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样子，反而会出手相扶。或许有些人会非常气愤，认为这样的人只是为了寻求失意时的安慰。然而就当自己做了善事吧，不求回报的那种。如果对方以后仍然如此高傲，就再敬而远之也不迟。不要觉得自己多此一举，多做一件善事，也是为自己多积攒了福报。有人说，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要在心中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有人一再轻视你，而你从一开始选择善良，却在日后的相处中仍然得不到平视，就不要继续这段关系，离对方远一些，让自己近一些。03，社会地位和面子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社会地位和面子问题。
在某些社交圈子里，保持表面的和谐和礼貌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内心对对方充满轻视，也不得不维持表面的友好关系。这种情况在一些商业合作、社交聚会或者家庭聚会中尤为常见。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往往会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保持表面的和谐。例如，在职场中，上司可能对某个下属的能力不屑一顾，但在公开场合仍然会表现出对其的支持和赞赏，以维护团队的和谐和自己的领导形象。这种表面的和谐掩盖了内心的轻视，但却是维系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04. 情感的复杂性。人类的情感非常复杂，有时候一个人可能同时对你有多种情感，他可能在某些方面看不起你，但在其他方面又对你有依赖或者感激之情。这种复杂的情感使得他无法完全与你断绝关系。比如，一个上司可能对你的工作能力不屑一顾，但在某些时候却需要你的忠诚和支持。这种矛盾的情感使得他不得不继续与你保持联系。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也很常见。一个朋友可能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失望或不满，但因为长期的交往和共同的经历，他依然会选择与你保持联系。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使得关系变得更加难以割舍。05. 习惯和依赖。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习惯和依赖。人们往往对熟悉的事物和人产生依赖，即便内心对其不屑一顾，也难以轻易割舍。比如，一个朋友可能对你的生活方式充满轻视，但因为长期的交往和习惯，他依然会选择与你保持联系。这种依赖和习惯使得他无法轻易放弃与你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家庭关系中尤为明显。即使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矛盾和轻视，由于血缘和长期的相处，彼此之间仍然会保持联系和互动。这种习惯性依赖让人难以轻易割舍彼此的关系，即便内心深处存在轻视。06. 内心的矛盾和自我认同。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他内心的矛盾和自我认同问题。人们往往会在某些方面对自己产生怀疑和不满，而这种不满可能会投射到对他人的轻视上。然而，内心深处，他们可能对你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或羡慕。这种矛盾的情感使得他们无法完全与你断绝关系。例如，一个同事可能对你的工作方式充满批评，但在某些时候，他可能会暗自佩服你的效率和成果。这种内心的矛盾使得他在轻视你的同时，依然保持着与你的联系。07. 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某些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可能会因为外部的压力和期望而维持某种关系，即便内心对对方充满轻视。例如，在某些传统文化中，家庭和社交关系被视为非常重要，人们可能会因为社会的期望和压力而保持表面的和谐，即便内心对对方不屑一顾。这种情况在一些家庭聚会和社交活动中尤为常见。人们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面子，往往会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保持表面的友好关系。08. 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目标或者利益。这种情况下，即便彼此之间存在轻视和矛盾，也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而选择合作。例如，在一个项目团队中，成员之间可能存在个人矛盾，但为了项目的成功，他们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些矛盾，保持合作关系。这种情况在商业合作中尤为常见，即便合作伙伴之间存在轻视和不满，也会因为共同的商业利益而选择继续合作。这种共同的利益使得他们不得不维持表面的和谐，尽管内心可能对对方充满轻视。09. 心理上的优越感。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他在心理上对你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得他在与你交往时，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自信。即便他内心对你充满轻视，
但这种优越感让他在与你的交往中感到自己更为重要和有价值。例如，一个人可能对你的生活方式或者工作能力不屑一顾，但在与你的交往中，他能够通过对你的轻视来提升自己的自尊和自信。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使得他不得不继续与你保持联系，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10. 情感的依赖和习惯。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情感的依赖和习惯。人们往往对长期的情感关系产生依赖，即便内心对对方充满轻视，也难以轻易割舍。例如，一个朋友可能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但因为长期的情感依赖和习惯，他依然会选择与你保持联系。这种情感的依赖和习惯使得人们难以轻易割舍彼此的关系，即便内心深处存在轻视。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在情感的驱使下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关系，尽管内心充满矛盾和不满。11. 社会角色和责任。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社会角色和责任的驱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因为社会角色和责任而不得不维持某种关系，即便内心对对方充满轻视。例如，一个领导可能对某个下属的能力不屑一顾，但因为领导的责任和角色，他不得不继续与其保持联系，以确保团队的和谐和工作效率。这种社会角色和责任使得人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维持表面的和谐。这种情况下，内心的轻视被掩盖在责任和角色的背后，人们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关系，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12. 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他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人们往往会在内心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使得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例如，一个人可能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但在其他方面又对你有依赖和感激之情。这种矛盾的情感使得他无法完全与你断绝关系。这种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对你表现出轻视，但在其他时候又会表现出友好和依赖。这种矛盾的情感使得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割舍。13. 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因为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冲突和矛盾。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轻视和不满。例如，一个人可能对你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屑一顾，但因为文化的差异，他不得不继续与你保持联系。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行为。他们可能在内心对你充满轻视，但在表面上却会表现出友好和礼貌，以维持文化的和谐。14. 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人们往往会在内心产生各种恐惧和不安，这种恐惧和不安使得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例如，一个人可能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但在其他方面又对你有依赖和感激之情。这种恐惧和不安使得他无法完全与你断绝关系。这种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对你表现出轻视，但在其他时候又会表现出友好和依赖。这种恐惧和不安使得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割舍。15. 内心的嫉妒和竞争。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嫉妒和竞争。人们往往会在内心产生各种嫉妒和竞争的情感，这种嫉妒和竞争使得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例如，一个人可能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
但在其他方面又对你有依赖和感激之情。这种嫉妒和竞争使得他无法完全与你断绝关系。这种内心的嫉妒和竞争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对你表现出轻视，但在其他时候又会表现出友好和依赖。这种嫉妒和竞争使得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割舍。16. 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人们往往会在内心产生各种孤独和寂寞的情感，这种孤独和寂寞使得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例如，一个人可能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但在其他方面又对你有依赖和感激之情。这种孤独和寂寞使得他无法完全与你断绝关系。这种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对你表现出轻视，但在其他时候又会表现出友好和依赖。这种孤独和寂寞使得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割舍。17. 内心的怀旧和回忆。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怀旧和回忆。人们往往会在内心产生各种怀旧和回忆的情感，这种怀旧和回忆使得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例如，一个人可能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但在其他方面又对你有依赖和感激之情。这种怀旧和回忆使得他无法完全与你断绝关系。这种内心的怀旧和回忆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对你表现出轻视，但在其他时候又会表现出友好和依赖。这种怀旧和回忆使得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割舍。18. 内心的希望和期待。有时候，一个人看不起你，却仍然和你来往，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希望和期待。人们往往会在内心产生各种希望和期待，这种希望和期待使得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例如，一个人可能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但在其他方面又对你有依赖和感激之情。这种希望和期待使得他无法完全与你断绝关系。这种内心的希望和期待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对你表现出轻视，但在其他时候又会表现出友好和依赖。这种希望和期待使得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割舍。